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白如仙，你别以为你回来了就可以为非作歹，别忘了你可是日月府的罪人呢。当年是你丢了天命塔，是你跟人私奔离开日月府，我儿子才是这日月府内天赋最强的人。你就算回来了，也休想撼动我儿子的地位。朱莲燕，你说弄丢天命塔该当何罪？自是被赶出日月府，永远不得回来。哦，那若是有人蓄意盗取天命塔呢？朱莲燕咬咬牙，突然说不出话来。天命塔乃是日月府至宝，塔在府在，塔毁伏虎。有人居心叵测，故意将塔盗走，如此罪责，简直罪该万死。陆如，你说是吗？白大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我不太明白。当初趁我不备，将天命塔盗走的是你。白大小姐，这是听谁说的这话？我怎会做出这等事来？白如溪，别血口喷人，有本事你拿出证据来。陆如，朱莲燕，今日我便与你们将事情一件一件的掰扯清楚，省得这日月府藏着独狼，而你们却不自知。我们自小一同长大，你将天命塔盗走，我可以与你不计较此事。可是我问你，你为何要与龙翼合谋，将我的儿子调换？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情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，你的儿子不正是在这里？朱莲燕，看来你也不知此事。如此看来，你倒也真是低估了你的男人呢。调换儿子，这可是何其恐怖的事儿啊！是这个人让龙大被丢出神域这么多年，若非是他，龙大又怎么会遇到锦夫人？前20年遭受那么多的苦，敢动手！我父亲乃是日月府内陆家的人，是陆氏一族的当家人，你敢动我父亲，便是与整个陆氏一族作对！金龙扑腾而上，看清楚了，他是谁？是哥哥，是我们的大少爷啊！真是的，他不早就失踪了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陆源，你自以为的炼丹天赋，不过是因为你吸收了白大少爷20年的血。本尊说的对吗？那个血人是白大少爷，而陆远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吸食白大少爷的鲜血，以提升炼丹的天赋，这怎么可能？陆如、陆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父亲，那是白大少爷，怎么可能？不知道为何白大少爷会突然出现在此。白小姐这20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日月府外，如今一回来就带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人，称是白大少爷，甚至还来栽赃嫁祸于我与阿元。老府主，我知道他们的意思，他们这是见不得阿元要成为新任府主，所以不择手段。陆如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当初还以为你是好人，最毒的莫过于你。陆如，该死！而陆如则是飞身朝前而来，在靠近东后之际，他压低声音：心儿，你要知道，我都是为了你，而且我永远不会伤害你。神龙之主，没想到心儿与龙宗生下的孩子竟会是神龙血脉。别再挣扎了，告诉我们为何你要这么做。当初众所周知，是白大少爷自己从日月府离开，你凭什么说是我抓了白大少爷，还使用他的鲜血？你不承认？哼，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为何要承认？你当着日月府所有人的面如此污蔑于我，你到底居心何在？眼下就算跟前这个真的是白大少爷，他也处于昏厥状态，你怎可在此信口开河？我知道了，你定是知道了老府主今日准备将府主的位置让给我们陆源，特地回来搞事情。哼，瞪大你的狗眼，看清楚你自己当初都做了些什么。哎呀，他在提取那大少爷的神识。东后亦是看着上方的一切，掩面痛哭。老府主整个人则是险些晕厥过去。那不是我。为什么？心儿，我说过的，我都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你。所有的人都可以来责备我，唯独你不能。陆如，你胡说什么？心儿，那东皇到底有什么好？你为什么非要为了他离开日月府？他除了是东神域之皇，他还有什么比得上我的？这模样竟与屠龙队那群人一模一样。儿子，儿媳妇，不需要你们出手，这件事先让我自己解决。心儿，我不比那东皇差，我们从小更是青梅竹马，在这日月府内一起长大。东皇虽然是东神域之主，可是你也看到了，凭我的本事，我是可以拿到日月府的府主的位置的。东后心底泛着恶心。陆如，你说什么？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白如心？滚开，这个粗鄙的女人！我在跟心儿说话，你怎么可以插嘴？这就是你偷走天命塔，换了我儿子，抓住我哥哥的理由。当然，将你的天命塔偷走，你便不会如从前那般高高在上，我便有接近你，
保护你的机会换了你的儿子。你跟东皇的野种根本不该苟活于世，只是可惜了，龙翼办事不力。我原本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们杀了你的野种，他竟然留了他的性命，这是整个环节之中最不该犯的错误。至于你哥哥白若红，他本就该死了，他伤痕累累地回到日月府，反是我带走了他，千方百计地留下了他的一条命，让他甚至都多活了20年。心儿，你说我做的这一切是不是都为了你？可是为什么你还是这么不识好歹，偏偏要跟那个龙宗走？那个龙宗他有什么好的？有什么好的？我杀了你！你打不过我的。黑色的雾气却是将东后整个身子都包裹住了。虽然这么多年来我都失败，不过殊途同归，最终你还是我的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也值了。嘿，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看看你自己长得什么猪狗不如的相貌。本皇的媳妇是本皇一个人的，别在这里白日做梦了。是你，龙宗，媳妇儿别担心，我来了。你还敢来？20多年前，我记得不错的话，你被打得如同一条死狗一样，丢出去了日月府。方才陆如在这里说的话，他都听得一清二楚。陆如什么？就你也敢肖想本皇的媳妇儿？不错，我知道你不过是仗着自己的身份才得到了心儿，若是没有你的身份，根本什么都不是。好，陆如，你有种来跟本皇单打独斗。龙宗，这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。陆如疯了，龙宗，陆如他疯了。没事儿，对付疯子我最在行，更何况这些账是该好好的算算了。谁都不允许帮忙，这是本皇跟这疯子的决斗，本皇要让他知道到底谁配得上心儿。龙宗，龙宗，你要小心。老丈人，您这是认可我了吗？心儿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父亲总算是认可我了。陆如被这二人郎情妾意的样子深深的刺痛了眼。龙宗，凭什么得到心儿？龙宗，谢谢！天龙腾空而起。陆如啊，这是找到了靠山，哼，难怪他这么嚣张。心儿是我的，是我的。等你死了，我会跟心儿双宿双飞，以后再也没有你的存在。你敢？龙宗，你找死！龙宗，别打了！心儿别哭，你这一哭，我心都好疼的。别打了，儿子可以杀得了他，你别逞强了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呢？啊，我要亲手对抗他，解决掉他。东皇这是在为了尊严而战。此时龙思觉站在一侧，口中默念着什么。远处的天龙似乎得到了神龙的指示，就在陆如冲击过来要再度砸上他们的刹那，天龙一声嘶吼：我弄死你！东皇一拳拳地招呼上去，突然东皇脑海之中传来一道淡漠的声音：打他的眼睛。2根手指毫不留情地插入他的双目之中。哼，你就凭这点小伎俩也敢跟本皇打？这一拳打你不知好歹，敢肖想本皇的女人。这一拳是还你当年设计陷害本皇，让本皇被老丈人误会了这么多年，当年被老丈人打出了日月府，教唆龙翼要换本皇的儿子，害得本皇与儿子分离了这么多年，甚至还让本皇差点被儿媳妇误会，让本皇差点沦为孤家寡人。你该死！龙宗，你想杀我？你犯下滔天大罪，本就该杀，甚至你的罪过株连九族。龙宗，你若敢杀我，整个神域为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哼，是吗？本皇拭目以待，一个死人能有什么代价？心儿，没事了。龙宗，你逞什么呢？你怎么打得过他？谁说我打不过他啊？你看他是不是被我打得稀巴烂？心儿，多年前就说过，有我在，庇护你一世周全，哪怕是拼了我这条命。他当然知道，方才在最关键的时候是龙思觉助了一把，若无龙思觉，东皇陛下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。不过见东皇这般得意的模样，他到底是一句话没有多说，只是轻叹道：我信你，所以我才会义无反顾的跟着你走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看到了吗？阿元，
远，并非是老夫有私心，实在是你的天赋实在胜任不了府主的位置。不是我，是陆如强迫我吃下那些东西的。就算没有服用仙血，我依旧会是这天下最厉害的丹师。总有一日，我一定会成为丹神，一定会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。这日月府的府主的位置，我怎么可能胜任不了？新任府主的位置是我的，我就是新的府主啊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！本府主在这里，你们敢不向本府主下跪？你们这是对本府主的不敬！我爹说了，只要我登上府主的位置，你们就该对我唯命是从，该听从我的一切吩咐啊！这小子竟然疯了！陆源这么多年来一直在陆如的教导下生活，换言之，他几乎就是陆如的傀儡。如今陆如倒下了，他深受刺激，竟一下子心神大乱。诸位可都看得清楚，陆如这么多年来干尽丧尽天良之事，死不足惜。至于陆源，老夫看在他无知的份上，且放过他一命，将他生生世世囚禁于日月府。不知各位可有异议？我等遵从老府主的决策。白如心，都是你！我杀了你！滚！本皇这辈子还从来也没有打过女人，不过你若是想再三的挑战本皇的底线，本皇不介意再狠揍你一次。白如心，我虽杀不了你，但是我不可能输的。我愿尽献我生生世世的灵魂，只求你将我带走，也将白如心带走。我要让白如心永生永世也都不得安稳。神龙呼啸，那黑云原本要在触及到东后之际，金凤与金龙缠绕在了黑云之上，吓得连续窜去。死女人，你要害死我！为何我已将自己尽献给你，为何你不实现我的心愿？我才不跟你一般不长眼。祝烈焰的七魂六魄全部被抽离，整个身躯化作一滩干尸。祝烈焰这是偷鸡不成18米，竟将自己给作死了。此事与我无关，二位切莫怪罪于我。你是谁？来自何处？传说中的神龙之主，好可怕啊！还好我聪明，先认出来了他。黑云中的那道声音惊慌失措地落下之后，便仓皇远去了。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老白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你说吧，我承受得住。若红被陆如控制多年，且为了让陆源吸食鲜血，这么多年来一直给若红用了药。不仅如此，若红20多年前应该就有救急，体内被下了巫蛊之术。可有救？把握不大，您觉得呢？小鼻涕虫，不要妄下定论。是，您说的对，我又唐突了。小鼻涕虫，这是什么奇怪的称呼？虽然不知这月清晨到底是何来路，不过这丫头看着就不是普通人。劳烦清晨姑娘帮忙救治，不惜一切的救回来。只要能救回来，无论什么代价，我都愿意承受。老府主言重了，这是东后的哥哥，是龙大的家人，也便是我的家人。儿媳妇，我们总是给你添好多麻烦。不麻烦，这些不算什么，更何况他曾经追随过我的父亲。你父亲？不知你父亲是？我父亲灭天战尊。你说什么？而后我姓岳，岳战尊正是我的父亲。这么说，若红当年之所以离府，是去为了追随战尊阁下？不错。臭小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擅自离府？若我们知晓你是去追随战尊阁下，不会有人阻拦你的。臭小子，你怎么不说？我们都以为你跟你妹妹一样，被外面哪个女人骗走了。原来你是去干大事去了。老丈人，当初是我诓骗走了心儿，这一切都跟心儿无关。老丈人，是我不对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罢了，我留你小子一命，要是把你打伤打残了，以后谁来照顾老夫的女儿？龙宗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在儿子还未出生的时候，我们给儿子定下了一个婚约？这媳妇儿我不记得，咱们现在这个儿媳妇儿太彪悍了，别让她知道吧。这二人的悄悄话能声音再高一点吗？不过婚约，任何婚约都不作数。若是你们胆敢逼迫我去履行什么婚约，我便不再是你们的儿子。儿子哪有什么婚约呀？你别听母后瞎说啊！儿媳妇儿，你放心啊，没什么婚约的。当年灭天战尊与我们关系颇好，说是我们的孩子性别不同，便定下婚约。是吗？
我咋不记得这回事儿啊？不过就算是有，那也太遥远了，是不是？那都是玩笑啊，那笑话就不必作数了吧？以后就别提这件事儿了。咱儿媳妇就是战尊的女儿，你说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？青城姑娘是战尊的女儿。哎呀，是有这回事儿，但是这婚约嘛，当年战尊阁下跟我是很认真的定下的。看来我儿子跟儿媳妇儿那实在是天作之合啊，天作之合呀！亏得这龙宗是东神域之主，这可真是丢人丢到家了。冥冥之中自有天定，我儿与战尊之女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不过你若是战尊的女儿，那你娘岂不是？不错，您的猜测是对的。跨域不得通婚，跨域生下来的孩子必遭受天道责罚。我父亲在我出生之后，使用他的力量将我护住，20年逃离了天道的责罚。难怪呀，难怪战尊考虑的竟然这般周全。清晨丫头，你一定要小心，你如今锋芒毕露，只怕还会引来天道的注意啊。已经吸引到了，只不过那天道好像还没恢复好，被我给打跑了。不愧是战尊的女儿啊！我当时便说，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有如此气魄啊？看来也只有他的孩子了。只可惜啊，战尊如今不知所踪，已经这么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。这小子到底怎么了？竟然半天了还不醒？那姓陆的到底都对他做了些什么？奇了怪，什么毒啊，这么猛？陆如所下的毒已经消散的差不多了，那他怎么还不醒？跟随战尊的人每一个都有非凡的意志力，不该一直昏睡着。他的体内有20年前残留的毒素，那毒素侵蚀了他这么多年，早已伤及了他的根本。20年前的毒便是与战尊当年被抓走的事情有关了。苍明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何战尊与他的战将会一时之间沦落至此？是天道亦或是九界所为吗？天道虽然霸道，但是绝对不会做出丧心病狂之事，绝对不会滥杀无辜。当年我们随战尊对抗天道后，全都负伤。战尊趁此机会前去下3域，要去找他心爱的女人，我们则是留在神域待命。九界这时有人突然前去下3域，将战尊缉拿，而我们也在神域遭遇了另外一股势力，被重创，甚至被杀。杀你们的人也是九界之人？不是，重创我们的人不是九界来人，是神域的。我记得清楚，他们的实力不敌我们，甚至于有些招式我们还都觉得十分的眼熟。只不过那日我们异常疲惫，没有打得过他们。那就说得通了，你们提前中了毒，再被对方缉拿，竟是有备而来。到底是哪竟对我们动手？若弄清楚白若红体内的毒，事情基本就可以明朗。突然红艳艳的小血往白若红方向窜了过去。哎呀，我知道这毒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呸！到底是什么人啊？这么歹毒！这毒竟有一股腐臭尸体的味道，好像是从尸体上提取出来的。是丹邪。是的，只有丹邪才会从阴尸上提取原料。老子竟然真的碰到了阴尸上提取的毒！岳主人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什么丹邪，这种人的存在简直就是丹界以及药材界的耻辱啊！老子活了10万年，第一次看到这么歹毒的玩意儿。小雪，你感知力最是敏锐，可能感知到这些阴尸上的气息来自何方。那里正是西神域，正与他之前感知的方向无异。好，竟是来自西神域，我们对西神域太了解了，这么多年来从未见过有什么丹邪存在。不是所有的人都如表面上看的那般简单的。顾婉书，你果真与这些事情有关？顾婉书竟丧心病狂到如此，与那腐尸丹有关联。这臭娘们当初不是战尊的师妹吗？到底想干什么？真是丑人多作怪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岳清晨，明明岳清晨应该在日月府的，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臭丫头，你最好少管闲事，师傅那边是允许不了耽搁的，我今日必须要将食物取走，交给师傅。少管闲事，你觉得可能吗？黑子，岳主人，龙主人，让本座来。小狗熊。一只狗熊也敢跟本宫的饕餮对抗，黑子咬死这个不知死活的狗熊！一道烈火朝着顾婉书攻去。本座的名字也是你能喊的。混沌，怎么可能？混沌早已被师兄镇压于灵域，怎会出现在此？去吧，小狗熊，若表现不错，重重有赏。岳主人，我要好多丹药，
当零食吃。好，以后我还想经常出来玩一玩。要求真多。那可以。好嘞，饕餮，你这个畜生，从前就说你是最愚笨，果不其然，如今真是脑子里进了粪，竟跟了一个这样又老又丑又恶心的女人。我们虽是凶兽，却做的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儿，你就这么没前途的跟着这样的人，实在是有辱我凶兽一族。老子今日不打醒打死你，老子就不是混沌。当年四大上古凶兽被师父唤醒，师父妄图制服四大凶兽来控制这世界，谁料四大凶兽并不臣服，师父好不容易才射住了其余3只凶兽的一魂一魄，唯独混沌凶兽逃离此处去往灵域，而一魂一魄被射住，其后果便是饕餮的力量会大打折扣。我要去取得神木，他都离开，其余的我便什么都管不了了。饕餮的死活也与我绝无关系。顾婉叔，我还在这儿呢。你敢动本宫？为何要做这些？你怎配这般跟本宫说话？龙思觉震怒，龙大，你退后，我要亲自废了这个女人。顾婉叔自诩为战尊的师妹，却屡次打着战尊的名号作恶多端，甚至于当初灭天战队的覆灭，或许也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修炼灭天功法？臭丫头，你不该来到神域的，不该出现在本宫跟前。你也会灭天功法？你也会？这怎么可能？顾婉叔，战尊的功法你不配。该死，你才不配！我是战尊的师妹，不配谁配？顾婉叔费尽心思找来战尊各种功法，终于修炼到了第4层。你怎么能去修炼我师兄的东西？师兄是我的，你不配，你娘也不配，你去死吧！小主人，那是战尊的绝活，灭天功法第4层。小主人，无主，这老东西实力不弱，可需吾前去相助。稍等片刻。无主，莫非是想在清晨姑娘受伤之后再去英雄救美？但是无主，以你跟清晨姑娘的关系，大可不必。滚！无主真是越来越有心机了。灭天功法的第4层，只怕他家小清晨还不曾放在眼底。这臭丫头竟有如此身手！现在就让我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灭天功法。什么？你看到了吗？你的灭天功法似乎还学得不到家呀。他所修炼的灭天功法远在我之上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师兄早就已经离开了，他怎会将功法传给你呢？别再喊师兄，你不配。功法乃是战尊的所有物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来修炼？银色的灭天鞭骤然将顾婉舒捆起。臭丫头，你要做什么？数月之前，你赐予我一杯毒酒，亦让我功力散尽而死。今日便让你自己尝尝这功法被化的滋味。灭天功法是战尊的，你该还给战尊了。本宫乃是战尊的师妹，于情于理，你当喊本宫一声姑姑。你这么做是大逆不道，你会遭受天谴。果然，我就说顾婉舒早就认出了我，却还想着法子要弄死我。该死，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你这样子也配当我姑姑？不要，那是我西西姑姑修炼的灭天功法，是我师兄的灭天功法，你怎么敢？这是你的报应。说说灭天战队为何覆灭？丹邪又是谁？在何处？你口口声声说战尊是你师兄，为何你要做这些？黑子！混沌凶兽发觉饕餮似乎有些奇怪，他似乎已经丢了一魂一魄，他的举措似乎是被逼无奈的。那女人为何值得你追随啊？饕餮愣住了，赤色的眼底透着几分迷茫。哨声起，似要夺人心魄。饕餮更是在听到这声哨音之后，骤然像是再度失去心智，而混沌亦是身形一顿，似乎受到干扰。黑子，咬死弄死他们！是主人。终于知道为何饕餮会跟随于这个人类了，那是当年召唤我们出世的夺魂兽。夺魂哨，这可是师父精心创造出来的，并非实物，而是以特殊的力量汇聚而成。只要我想，我随时可以调动起这夺魂哨。师父说了，只要这夺魂哨在手，饕餮永远可听我号令。黑子，去咬死他！龙思觉一脚重重地踹在饕餮心脏之处。黑子！饕餮几度想要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，却都被龙思觉的力量挡住，根本站不起来。混账东西，敢动本尊的女人！龙主人，能不能不要杀他？他只是被控制了。只等着岳清晨朝他淡淡一点头，龙思觉这才稍稍收回自己的力量。
一声声的夺魂哨的声音冲了过来，混沌凶兽的身躯骤然之间缩小，再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小狗熊模样。而饕餮在龙思觉镇压之下，即便有夺魂哨的作用，却再也无法使用出力量，最终也一点点缩小，变成了一个通体漆黑的小兽。畜生，你乃上古4大凶兽之一，连一个人类都打不过，夺命哨相助，你却还是这般没用，公要你何用？主人，我疼。没用的东西，疼死你算了！枉本宫以为你是上古凶兽，对你寄予厚望，竟这般不堪！没用的废物，本宫根本不需要。是你这般没用，宫当初就该杀了你，以你的血肉炼气，也好过今日。即便他是凶兽，但是这么多年来，他对顾婉书极尽忠诚，却没想到到头来只是这样的下场。饕餮，你可看到了，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跟随的，至少岳主人永远将我们当做自己的家人。饕餮，你尚未与他契约，别再跟着他作恶了，回头吧，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饕餮沉着眉摇摇头，既然你们这么没用，先弄死你们再说。伴随着哨子声音响亮，非但是混沌凶兽跟饕餮，在场所有人都感觉到灵魂仿佛要从体内抽出，这便是夺魂哨的作用。这症状何其眼熟！先是屠龙队，再是日月府，他们全都被奇怪的力量所摄住。原来这一切竟都与顾婉书有关。我可以。好，神龙快要疯了，这夺魂哨的力量是他近些年来见过最厉害的。即便岳清晨乃是风青青转世，可如今岳清晨的实力到底是何种程度，神龙还是清楚的。屋主，稍安勿躁。夺魂哨蕴藏着师父的3成力量，放眼整个天下，只怕都无人能够挡住师父。岳清晨，有本事再来！故弄玄虚，臭丫头，给我去死！龙思觉拳头握紧，隐忍着要动手的冲动。就在他完全几乎忍受不下去时，一把古琴凭空出现在他跟前，他指尖微点，拨动琴弦，一声低沉雄厚的声音自他指尖倾泻而出，瞬间与那夺魂哨尖锐的声音对撞在一起，在半空之中砸出巨响。那是紫阳琴。那个女人如何能以正常人的水准去衡量？屋主，看来是吾的格局太小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护着的人想让你死。怎么会？伴随着岳清晨手中琴音的愈发急促，夺魂哨的力量轰然被瓦解。这不可能，师父是无往不胜啊！岳清晨怎会有此能耐？顾婉书，你可真该死啊！你到底修炼了什么邪功，能将你弄死的功法？你不是想知道那些事情吗？我告诉你，不需要了，我可以自己得到真相。不要！你若动我，我师父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所有的精神力全部被岳清晨提起，似乎死不瞑目。原来这一切都是顾婉书与他的师父所谋划的。战尊的师父是何人？我们倒是曾听闻，战尊年幼时拜入了一个高人的门下，除此之外就再也不知道了。清晨，等等，那是我娘。莫急，至少现在我们找到了，知道她是安全的。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。而随着夺魂哨的覆灭，那被抽走的一魂一魄骤然归位，7魂6魄齐全，他的心智也恢复如常。我错了，这么多年来被夺魂哨蛊惑，我愿意将功补过。本座已兽魂起誓，本座此刻所言非虚。岳主人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他在何处？在西皇宫之中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西皇宫之中。但凡顾婉书有半点不悦，便会前去鞭打他的躯体。那他可还活着？活着。顾婉书说，当年是战尊拼尽了几乎全部的力量，挡在了他身躯之上，使得任何人、任何力量都无法将之击杀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顾婉书使用了任何方法，只能堪堪给他造成皮肉之伤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带您去。好，等我处理完了这里的一切。烦死了，烦死了！老子竟然要来这个尸体上扒拉东西，还是个这么恶心的尸体。如何？可找到了？找到了，主人，就是这个了。不错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臭死了！这气息跟白若红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，白若红中的就是这个毒。不过这个毒真够狠的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邪丹。小主人，顾婉书说这丹药是他的师傅炼制的，那是不是意味着他的师傅就是那丹邪？可
是顾婉舒跟战尊不是出自同门吗？饕餮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要再来打一架呀？这些具体我真的不清楚，我只知道顾婉舒的师傅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他自成一派，甚至手下有一个很厉害的势力，他还有2只很厉害的青乌坐骑。那你都知道什么？戴罪之身，还不如实相告。这么多年来，是那位师傅在红石村内伪装成战尊的意识力，接受村民的进贡，所谓的便是突破大成，一统天下。师者仁心，但是战尊的师傅却一直利用于他，甚至连战尊的失踪都与他脱不了干系，这般残忍。今日便是他让我跟顾婉舒来此取神物，进献给他。若是进献成功了，他便会得偿所愿。哼，他永远不会得偿所愿。什么东西？莫不是妖物？小白与青龙宝宝突然自月清城空间之中溢出。主人，美人娘亲，快，里面有东西！我快被压死了，压死了！出不来！若是我跟清晨有个女儿的话，也该这么软萌可爱吧？看来是个孩子。你便是那传说之中的神物？你是谁啊？好香，声音好温柔啊！别着急，我放你出来。真的吗？可是我都被困在这里好多年了，这个盒子怎么都打不开，连我自己都出不来。很多年？怎么听着你还是个孩子？我才不是孩子，我活了那么久，我可是我们那一块的一枝花。一个区域的一枝花，那得多俊啊！小主人，快想法子把它放出来。大叔叔，你是谁啊？不要叫叔叔，叫哥哥。哦，好的，哥哥，等我出去了，我会感谢你的。小妹妹别担心，我家小主人一定有办法帮你的。真的吗？那我要报答你们。一般人该怎么报答恩人呢？以身相许不错。苍明，适可而止。以身相许啊！金色的剑光轰然砸在盒子的结界上方，将那盒子上头的封印骤然打开。小妹妹，你看，苍明的声音才刚吐出来，却是戛然而止。说好的是个小姑娘呢，为毛是一只通体黄色的小黄鸡？你救了我，所以我要以身相许。你以身相许，毛都没长齐，你怎么许？谁说我毛没长齐的？我可是我们那块最漂亮的，身后不知道跟了多少追求者。哦，这小东西虽然看着小，但是却满身充斥着灵气。所以呀，我要以身许了你。竟想在月清晨脸颊上亲一口。哪里来的小鸡仔，敢碰本尊的女人？你是谁？你是坏人，你不许抓我！公的还是母的？龙主子，您能出息点吗？又来了！人家是雌性，天下最美的雌性。他是谁啊？好凶好凶！没事，他就是这脾气。哇，你好香好香啊！我喜欢你。这么没出息的东西，我们才不要让他看到我们。我该怎么以身相许你呢？你会做什么？既是一只母鸡，下蛋会吗？下蛋这种事情，我才不屑去做。蛋都不会下，要你何用？我虽然不会下蛋，但是我会保护别人啊！一道烈火从他口中喷出来，太阳真火，不是太阳神火。太阳真火由神鸟一族掌握，其中太阳神火更是由朱雀拥有。莫非这是朱雀阁下？看吧，我就说我是我们那旮瘩的一枝花，原来你们都认识我呀！看来果真声名远扬。怎么样，我一口哈欠就能烧掉这么多东西，我够不够格来保护我媳妇？你媳妇？是呀，我以身相许了，她就是我媳妇了。你敢？我为何不敢？而且刚刚那个大哥哥说了，我要对恩人以身相许的，不然就显得我不道义了。作为我们那的一枝花，我必须要将忠义做到极致，给别人一个表率。大哥哥，你说是不是呀？躲在战甲里的苍明瑟瑟发抖。哇，我大意了。大哥哥，你人呢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你说的我要以身相许？是。那我以身许给了他，他是不是就是我媳妇儿了？苍明，看来日后我们得好好算一算账了。苍明简直欲哭无泪。你可以追随于清晨，保护着清晨，但不可喊他媳妇。为何？她是本尊的媳妇，唯有本尊方可喊她媳妇。你要不然我们打一架，谁赢了，她就是谁的媳妇。好，小鸡仔别乱来，龙思觉可不是任何人都能挑战得了的。神龙之力深深将那烈火反击过去，被烈火反噬，整个黄糯糯的毛发瞬间表层枯焦。看到了，本尊赢了。若再敢乱靠近本尊媳妇，本尊必拿你去炖鸡汤喝。竟然是神龙之力，原来那是神龙之主啊！媳妇儿，我受伤了。龙思觉太阳穴处一阵突突突的跳动。
好啦，只是个称呼，无妨。也罢，毕竟是一只母鸡，若是一只公鸡，早已被我拔毛扒皮，下锅炖汤了。齐夫妇，以后我一直保护你哦。小鸡仔，你毛都烧焦了。没事，不用在意这些细节，依然是最美的一枝花。啊，这小鸡仔看自家的美人娘亲为媳妇，那岂不是？齐夫妇，方才是你在弹琴吗？好好听。不错。齐夫妇，我还想听琴音，我以前好像也听过别人弹过琴，但是没你这么好听。琴音虽美，却杀人无形，不可贪耳。那算了，齐夫妇，你以后不要拿出琴了，有我在，我给你铲平所有障碍。咦，这两位也是神兽？青龙白虎面面相觑，朱雀这是忘了他们了？小鸡仔，你是怎么落到这里的？还被人封印在盒子之中？我也不知道，忘记了。不过现在我有媳妇妇就行了。青龙和白虎则是面色凝重，若有所思。饕餮，带我去西皇宫找人。是。飞天兽一跃而起，急速地抵达到了西皇宫。饕餮，该不会是反悔了？不是，我只是一想到之前被夺走一魂一魄后，竟跟随在那个老女人身侧，有些生理不适。哎呀，兄弟，都过去了，莫悲伤，向前看，记住要吸取教训，顺便将功补过。饕餮，带路吧。是。西皇陛下，您也随我们一同去吧。饕餮，人呢？他被人带走了，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战尊的女儿，真让本尊大开眼界。娘亲竟被人掳走了，是丹邪来将人掳走的，或许是两只大鸟，那大鸟与丹邪有关。是他，该死，那个疯子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？他明明是顾婉舒的师傅，却偏要同顾婉舒一同掳走我娘。或许是为了牵制战尊，只有这个可以解释。不过若真如此，也无需太担心，他是断然奈何不了我丈母娘的，他应当也不敢。龙思觉这话的确有理，那丹邪当真抓走了娘亲，必然是想用他来牵制我，更何况娘亲有战尊护体。不用担心，万事有我，我会找到他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认识战尊，甚至跟战尊有关系？这里之前被困的是什么人？为何东神域太子喊她为丈母娘？对，她可是战尊的亲闺女，这里被困的是战尊当年的最爱的女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哼，你胡说八道！西皇，你难道就没有觉得奇怪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你的膝下除了黛墨公主一个女儿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孩子了？是顾婉舒，她在入西皇宫之后，便给你施了法，让西皇陛下你再也无法孕育出子女。还有西皇后，3年之前，西皇后病死，也是顾婉舒所为。不可能！本座记得，当初是战尊阁下帮你平定了西神域，扶持你坐上了西神域之皇的位置。对，顾婉舒乃是战尊的师妹，断做不出那些事情。战尊当年率领灭天战队，那可是何等的英勇！你可知道，灭天战队的失踪是因为顾婉舒，战尊的失踪也是因为他本就是神域的罪人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别着急，主人，龙主人说的对，他暂且肯定不会伤害到大圣女的，若不然，大圣女不可能被留到现在。既然很难追踪到丹邪，那就从他所炼制的丹药入手吧。这丹药虽是邪丹，但是品阶的确不低，只怕这炼丹水准不亚于罗培丹神，只可惜他所炼制的是邪丹。小主子，您说的对，战尊从前的师傅的确是一位很厉害的丹尊，战尊从前的炼丹术便是他教的。丹尊，如此说来，他还真是走了歪门邪道，提升了实力了。要知道，从丹尊到丹神之间的距离，那可谓是鸿沟啊！那位丹邪定是太急于求成，竟走了歪路了。小主子，战尊的失踪原来与他的师傅有关，怎么办？战尊会不会回不来了？胡说八道，怎会回不来？唉，我也只是担心，战尊曾经说过他的师傅很厉害，是很厉害，若不厉害，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了。不过他为何要如此针对战尊？战尊不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吗？他为何要抓走战尊？最得意的弟子，即便离经叛道，也不该将之摧毁，做到这般凶残。说吧，他或许在寻什么东西。你知道？我也不一定清楚。说，我所知道的是，当年战尊曾经为了对抗天道，得到过一个宝物。后来他的师傅得知，想将宝物收为己有，却被战尊拒绝了。他的师傅一直在寻找那个宝物，却怎么都找不到。所以我猜想，或许战尊的失踪与此事有关。什么宝物？我倒是见过一次那个玩意儿，是一个晶莹剔透的，跟花瓣一样的东西。莫非是落在神域的那一片还魂碎片？是，就是这个。小主子，你怎么有这个？
这个，还有1、2、3。萧主任，你竟然还有3个！这是还魂碎片，我正愁该怎么去找神域内的这一片，没想到竟与战尊有关。所以战尊好不容易才拿到的1个，小主任你轻轻松松就有3个。战尊的那一片在何处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罢了。诶，怎不见龙主子？应该去忙了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东神域9大势力遭到了挑衅，这些不重要。到底怎么了？有2个不知自何处来的人将神赌阁赢了个精光啊！愿赌服输，莫不是输不起？倒不是我们不愿意认赌服输，实在是那个女子的身手怪异，我们怀疑她孤老千。那个女子来路奇怪，我们怀疑她是故意来我神赌阁，将神赌阁的至宝全部都赢了去。神赌阁内更是有一把正阁的神器，以及几个赤珠果。那女子也想将之收为己有。没事，不重要，不要为这些事情烦心，我只想一直安安静静的陪着你，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清晨的重要。赤珠果，那是我最喜欢的食物。席夫妇，是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在神赌阁出老千？不知道啊，那2人身手怪异，竟不似我神域之人。放心，你们9大势力是念月公子罩着的，必然不会受到任何委屈。龙大，咱们一起去看看去，毕竟你的势力也是我的。好不容易想跟媳妇儿好好过一会儿2人世界，结果又被人给搅和了。你说的对，竟敢动本尊给清晨你的聘礼，实在是该死。这么重大的事情，怎么不早点来说？这说好的不重要呢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带路？神赌阁的神器，阁下似乎还没有资格来取。莫非是输不起，搬来了救星？岳清晨拥有了第一世的些许记忆，只是一眼便看了出来，此人并非神域之人。上3域被分为魔域、神域以及天域。天域之人在修行玄力之外，更是修行一种天灵之术，而自那女子身上所闪烁出来的，便是天灵之力。雪霓常因为得到天蛊的缘故，天性感知力敏锐，非但能够透视，亦是能够耳听八方，所以这神赌阁里所有的赌博形式，在他眼底不过只是一场笑话罢了。岳清晨伸手薅了一把小鸡仔的毛，又抓到了一根残断的毛。齐夫妇，我秃了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听说你赢了赌神。正是，神赌阁的规则在那，只要能够赢了赌神，便可得到上头的宝物。如今我连胜数场，上头所有的宝物都是我的了。神赌阁的确是有这个规则，只不过姑娘似乎想得太简单了，想要赢得神器，就得赢过神赌阁所有的赌神。我早打探过了，神赌阁只有这一个赌神。谁说的？神赌阁内还有另外一个赌神。是谁？我。所以你必须再赢了我，才能拿到神器，否则你只能拿到最简单的奖品。我是想让念月公子来抓老千的，不是来给人送神器的呀！我媳妇儿就是厉害。姑娘，你输了，所以这神赌阁的一切全都不属于你。哼，走着瞧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奉劝姑娘一句，不属于你的东西永远别去肖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第2轮，我的天灵之力突然发生异常，无法使用。第3轮，我的天灵之力却被对方直接碾压。现在他完全确定，这2局全都是被岳清晨搅了的。清晨姑娘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？那姑娘分明是在出老千，你是怎么赢过她的呀？是啊，姑娘实乃赌神也，林某自愧不如。姑娘不如教我几招，让林某日后也能多吸取一点教训。没有经验，或许这就是天赋吧。这清晨姑娘，您是认真的吗？我活了上百年，经历了无数个赌局。他不是出老千吗？那你也出老千。正所谓一报还一报，都是以报之报。还能这样？有的时候没有必要非要恪守成规，该变通的时候还是要变通，否则只会死路一条。但是我代表着公允，公允也要分人，有些人是不配的，总不能对方扇了你一巴掌，你还什么都不做，巴巴的在原地等着他再扇你一巴掌。阁主，可否讨个方便，这赤珠果给我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姑娘啊，这神赌阁乃是念月公子，念月公子的就是您的，您当然可以随便取。多谢。不必客气，能让姑娘您看中这里的东西，那是我们的荣幸啊！更何况这赤珠果是好东西，也只有姑娘您才能。阁主话语还没说完，却见岳清晨的怀中突然窜出一只小东西，一口将那赤珠果吞入腹中。什么？这姑娘竟然用赤珠果来喂鸡，真是任性的了不得了。小鸡仔，你怎么了？媳妇
夫，我感觉身体要爆炸了，口中一口烈火喷出。小鸡仔，你好像长大了点儿。媳妇，我感觉自己神清气爽了起来。我虽然变秃了，但是变得更强了。岳清晨揉着眉心，悄然失笑。媳妇，等我再强大一点，我就可以幻化成人形了。哦，你还可以幻化成人形？当然了，我们神兽一族只要足够强大，都可以幻化成人形的。我如今已经跟随媳妇你好几天了，时间还不够长，等有了差不多时间，就可以幻化人形了。青龙宝宝跟小白感觉受到了羞辱。媳妇，等我幻化成人形后，我就天天陪着你，就跟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以前服用了吃猪果的小鸡仔，煮起来味道应该是不错的。巧得很，前些时日，本尊才刚学了一道菜——红烧小母鸡。清晨，想不想尝尝？小鸡仔在风中瑟瑟发抖，他想起来了一点记忆，似乎早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我就跟媳妇认识了。只不过媳妇那会儿比现在要强大很多，而媳妇身边这个臭脸的男人是一如既往的臭脸。哼！小莫哥哥，你听到了吗？好像有个很厉害的人要对付娘亲。东城郊10里地，我们不如先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。不行，那个人自称是战尊的师傅，实力定然不凡，不可轻举妄动。那小莫哥哥，莫着急，看我的！哇，小莫哥哥，你在操控树叶吗？龙千墨淡淡点头，他乃是先天之体，再加上他刚刚觉醒了天龙血脉，竟然不知不觉间仿佛觉醒了一些奇怪的技能。枯叶所及之处，所接触到的所有景象全部都尽收他眼中。不错，有人闯进来了。哼，你爷爷！那片树叶化作一道锋利的法器，在青乌前来要将他抓住时，自其中一只青乌的翅膀上划过。该死！神识在物，是什么人竟有如此的本事？不仅能够以物传递神识，甚至能隔空出手。坏！你竟然想在这里害人！我要替天行道！雕虫小技也敢在本尊面前使用！一道力量轰然涌现，生生的捏碎了那树叶，伴随着树叶被破坏。他那张小脸骤然一阵发白，整个身子如同遭受了攻击一般，轰然往后退去。哥哥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快，咱们赶紧去找娘亲，告诉她这里的情况。我已经都勘察完毕了，在那个血池之中有一个怪物，那个怪物甚至擒拿了10个身穿战甲的人。直觉告诉我，那10个身穿相似铠甲的人来路不凡，或许与那个战尊有关。却就在他们准备撤走之时，果然在这里。主人探测的不错，那2个小鬼还真在这个位置。是那个怪物身边的2只大鸟。小叶，你先走。小天龙瞬间自他体内扑腾而出，这其中一个小鬼竟然是天龙血脉，主人一定很喜欢。这只小天龙一定很好吃。既然想吃我看你们想吃屁！小天龙，你要小心啊！小天龙不过才刚刚觉醒，摸不准他实力到底为何。区区2只大鸟而已，哼，我天龙一族才不会放在眼底呢。青乌置身于火龙之中，只觉得浑身无比的炽热，浑身的毛都要被烧光了。哼，2只孬种，主人你放心，都解决了。真好，干得漂亮。却是这时，远处的烈火之中陡然升腾起了一阵黑烟，周遭烈火骤然被扑灭了。主人的实力进一步突破了，我们的战斗力也跟着提升了。主人甚至还以那10个人的血肉魂魄以及他自己的力量在滋养着我们的神魄。透过虚空，本尊以自己的3成力量滋养你们，定要将那2个小孩童抓回来。是。2只秃毛鸟，小爷跟你们拼了！小天龙骤然被那狂风震得停在原地，他们的体积似乎比方才要大了数倍。小子不是很狂很嚣张吗？红色光芒骤然自小叶身上溢出，青乌被断双足，骤然自原地往后急速的退去。另外一只青乌见此，再也不顾小天龙，急速往前。他们身上残存的主人的力量，在看到岳小叶身上的红光时，竟然变得隐隐约约兴奋起来。必须要抓住那2个小子，必须要！然而就在那2只青乌快要对撞上他们的时候，却是有一道金色强光飞速的掠过虚空，朝此而来，轰然刺穿其中一只青乌的脑袋。是爹爹和娘亲！臭小子，怎么回事？娘亲，这2只大鸟是战尊师傅的，他们想抓我们来要挟娘亲。那个战尊的师傅坐在血池之中，他的身边有好多奇怪的人，还有小叶弟弟突然体内溢出了奇怪的红光。娘亲，小叶弟弟会不会有事？小叶那是邪元灵体，这种体质乃是万年一见，如今灵体已经开始觉醒了，不知是祸是福。爹爹，娘亲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我有些控制不住一些奇怪的力量，我会不会真的是怪物？
你不是怪物，是我们的儿子。金光自龙思觉掌心溢出，落在小叶身上，替他将体内窜动的那股气息完全压制回去。黑袍人似乎也感知到了这里的一切，以青乌为载体盘旋于空。岳清晨，你总算是来了。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为。没想到我那徒儿竟然还真的留下了一个女儿，不愧是我的乖徒儿，实在是深得我心，给我的馈赠。知道为师需要，倘若以他来入血池，以他的魂魄来摆放我的修炼阵，我将获到无与伦比的境地。我能扶摇直上，横扫千虚，一统天下。给你个馈赠，你也配？缓缓地拉开了破天弩，黑袍人几乎将80%力量落在青乌身上，青乌陡然摆翅，竟生生将那破天弩的力量挡下来。破天弩，来战尊的女儿还真的是有两下子，不错，这些以后都是本尊的了。龙思觉抬起手，在小叶小墨周边落下结界，一道道黑色气流骤然冲出，瞬间将小叶小墨边上的结界全部都砸烂。眼前的青乌突然在一道力量之下生出了幻影，6只一模一样的青乌瞬间将他们团团围住。龙大，你照顾好2个孩子。你爹都是本尊一手教，本尊就不信你能有什么本事。岳清晨置身于内，与如此攻势对抗着。另外一侧，畜生找死！这一刻，硕大的神龙呼啸而上，朝着那6只青乌一同攻去。只看到那被幻化出来的5只青乌，刹那之间被完全瓦解。该死，该死！胆敢破坏本尊的好事，神龙之主岳清晨，尊跟你们拼了！青乌再度铺开双翅，攻向龙思觉。龙思觉骤然双臂一扬，已是倾泻出了滔天的力量，再度与那青乌撞击在一起。该死！一只连脸都不敢露的畜生，胆敢在本尊跟前叫嚣！一侧，小叶突然眼底透出红光，仿佛已经看到了什么。爹爹，娘亲，那只鸟身上有个东西要逃跑。一道金色力量骤然落在那青乌的周遭。想跑？你以为囚禁得了本尊吗？你做梦！爹爹，那只鸟周身有个人，那个人长得好恐怖。龙千墨顺着岳小叶的声音望去，却是什么都没看到。小叶弟弟，你确定有个人？对，那个人穿着黑色的袍子，长得奇丑无比，满身湿漉漉的，就好像刚从茅坑里爬出来一样。那正是我以神识探查到的景象。莫非这便是觉醒了邪渊灵体的功效？别怕，爹会宰了他，那个力量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然龙思觉刚刚往前踏去2步，有人来了！想宰了本尊，做梦！本尊的手下可是有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。10道身影已经齐齐落在地上，杀！一阵阵的爆破声响在周边响起，甚至连神龙之主龙思觉都只堪与这10个人打了个平手。他们好厉害！他们当然厉害，他们是战无不胜的。黑袍人神魂再度召唤起那10个人。杀了那丫头，本尊要她的身躯与灵魂！畜生，大言不惭！岳清晨一边又一边地砸在他们前方，但是他们却丝毫无觉。这群人并没有自己的意识，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：杀了这个丫头，杀了她。一个反射着荧光的银色战甲骤然出现在他身上。来啊，有本事真杀了我！还等什么？继续上！你们做什么？这10个人却好似突然不受他的指挥了。娘亲，他们好像在抗拒那道命令。是的，他们在抗拒。那血池之中的人在命令他们做事儿，但是他们不从。娘亲，之前我以神识探查到，那群人就躺在血池边上，他们会是熟人吗？这10人来势太凶猛，根本来不及多想。可眼下看着这10个身穿铠甲之人，是他们？会是他们吗？废物，快去啊！口中轻念着些许咒语，杀了那个丫头。10人的周遭再度溢出了极其剧烈的黑烟。身侧的龙思觉几度想前去破开这群人，不要伤害他们，他们是战尊的人，便是我的家人。可战尊的战甲告诉我，他们不会伤害我的。只要瓦解了那道神魂，或许一切就都会结束了。小子，有这个力气，倒不如好好想想该怎对付我的傀儡。那原本被黑烟们催促着往前的10个人，竟然是一个个的跪倒在地，再也无法抬起身来。怎么回事？这10个人竟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自己的腿骨震碎。震碎了腿骨，他们便再也无法往前围攻，再也不用听从那疯子的召唤了。
竟敢这般不听话！他们为了不再往前，似乎还要继续出手。住手！住手！娘亲，他们断了自己的腿了，他们一定好疼好疼吧？那群人还在继续自爆。够了！我代表战尊命令你们，不许再出手！既然你们这么不听话，那就毁灭吧！不！龙思觉伸出手，震碎了落在青屋周遭的结界。娘亲，他在左边。娘亲，他到了你的右前方。小叶的眼底充斥着红光，他能够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黑袍人的神魂。神魂乃是黑袍人的80%力量。一道剧烈的声响，叶清晨与龙思觉合力将那黑袍人的神魂死死地困于身前。嘿嘿，娘亲，他想要逃跑呀，让小叶来。臭小子，你放开我！哼，丑八怪，竟然想伤害我娘亲！哼，小爷我弄死你！战尊的师傅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为何要这样对待灭天？说，否则我现在将你打得烟消云散。因为灭天可以与天道对抗，战尊将灭天战队调教得如此优秀，本尊若是将之收入麾下，岂不是如虎添翼？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的贪欲坏到这般地步？娘亲，他囚禁的不仅仅是灭天，还有一个长得跟你很像的女人。带我去！哼，做梦！我娘的话，你竟然敢不听，该打！这一刻，邪缘之气，你竟敢用邪缘之气对付本尊！邪缘之气，那是集天底下最邪的力量为一体的力量。哼，不管是什么力，反正现在能对付你的都是好东西，几乎要将那神魂淬炼的烟消云散。我带你们去！好，龙思觉大掌一动，丧失了神魂附体的青屋便瞬间置身于熊熊烈火之中，被烧了个精光。不错，就是这里，我之前以神识探入的便是这儿。在中央的血池之中，一个黑袍人正置身于内，在血池之畔躺着一个人。娘亲，你快看，就是那个人，那个人跟你长得好像啊！娘亲，他是谁？嗨啊，是你们的外婆，你们的亲外婆。娘亲，你不要伤心，外婆会醒来的，一定会的。娘亲不伤心，骗人！要是我们看到娘亲你变成这样，我们会伤心欲绝的。所以娘亲的娘亲在这里受伤了，娘亲你肯定好难受。将地上的人带起，收入自己的空间。当初你指使顾晚书，让九界之人带走了战尊，又残杀了灭天。战尊是你一手带起来的徒弟啊，你怎么舍得？只因他不听话，本尊悉心教导了他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等他长大了，功成名就，本尊想与他一起干一番大事。可是战尊呢，竟然想卸甲归田，这简直就是笑话。曾经的他乃是本尊的骄傲，他竟然想要卸甲归田，你说这是多么的可笑！所以你宁愿毁了他？当然。臭丫头，你放肆！你是战尊的女儿，就等同于你也是本尊的所有物。若非是这个怪物想法极端，父亲与娘亲或许一辈子都会和和美美的在一起，而非是天各一方，妻离子散。所有物，这么多年的血池全都进了你脑子了，今天我就把你打得清醒清醒。臭丫头，你破坏了本尊这么多年精心筹划的一切，该死！一道道的黑色粉末涌现，眼前这玩意儿当真是传说中的丹血？我的血丹是丹神都无法解开的，本尊消耗毕生修炼的血丹，你也品尝一下吧。他的指尖亦是骤然洒出一堆堆白色粉末，将黑色的血丹尽数溶解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阁下耗费毕生搞出来的邪丹，原来不过尔尔。如何？我耗费3天炼制出来的解药，效果可还行？娘亲好棒！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可能。龙思觉已是自一侧出手，金色的阳光照射而下。不要！臭丫头，我知道你想要替你父亲报仇，但是你杀了我是帮你父亲报不了仇的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的父亲是最尊教守义，若是让他知道自己辛辛苦苦保下来的女儿却那样对待他的师父，他是不会原谅你，也一定不会原谅他自己的。你不配当我父亲的师傅，从你嘴里要是再敢说出一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种话，我现在就弄死你。